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连着飞了3个国家回来，我有些疲乏，正好公司事务处理的差不多，索性给自己放天假。不想却碰上从未聊过天的高中同学，他们一下将我包围。夏雨，几年不见，这么落魄了，看这样子不会是刚跑完外卖吧？今晚是咱廖哥的订婚宴，正好让你这乡巴佬见见世面。我反应了会，这才回想起班长谢廖来，今晚是他的订婚宴，邀请了全部高中同学参加，自然包括我，只是没联系上人，不曾想在这碰到。抱歉，我没空，不去。我无意掺和他们虚伪无聊的社交，便客套拒绝。你没空啥？为了赚那几10块钱的窝囊费吗？也是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廖哥那样混那么好的。咱廖哥未婚妻可是华强集团女总裁呢，身价上百亿。你这辈子也就这时候能见到这样的大人物了。读书再厉害有什么用？如今不还是比不上咱廖哥？众人的赞许声中，谢廖大发慈悲地开口：夏雨，当年都说你日后有出息，现在看来却不尽然。都是老同学，我不计前嫌。今晚我的订婚宴你记得来？他不由分说地往我手里塞了邀请函。我的视线在落到举办地点时，微微一愣。碧水园012，这不是我闲着没事随便买的别墅。随即，谢廖递给我看了张照片，画面中两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，身着婚纱的女人笑得洋溢，身形却恍然和我的手机锁屏照重合。我更是一震。苏冉月，谢廖似是没料到我这反应，他定定地看我一眼，随即了然，甩给我个不用羡慕的眼神，说：也是华强集团的总裁，你会知道也正常。可分明苏冉月早和我结婚了啊。他倒是好，一边拿着和我的结婚证，转头又去当了别人的未婚妻。可惜冉月很爱我。男人嗤笑，当着众人的面点开了苏冉月发给他的2条语音，甜糯的嗓音很快回响在几人中间。亲爱的，我今天工作忙，你要多多注意身体哦。生病了，我可是会担心的。我给你煮了粥，你记得喝。爱你妈妈给你个亲亲哦。饶是再怎么欺骗自己，我也不可否认，这就是我老婆苏冉月的声音。而她却在现在和另一个男人浓情蜜意，甚至马上要订婚了。这要我如何忍？头顶片青青草原，然后笑着说：没事吗？见我一直沉默不说话，众人再次开口：怎么，该不会看到咱班长的未婚妻是你的 YY 对象，破防了吧？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就你这穷酸样，人家看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谢廖摆摆手，突然站出来当了老好人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安慰说：夏雨，老同学一场，我也知道你不容易，只是我真的很想大家一起见证我的幸福时刻。这样吧，今晚你来给我们端菜，我给你开1000的工资，抵得上你努力工作好几天了吧？廖哥大气，还不快谢谢廖哥。一晚上1000，出去卖你都赚不到这么多钱，也就廖哥好心，要我说200-300最多最多了。这要不是看在同学情面上，一旁的几人连忙看眼色的接下话，揪着我的手。我几乎以为他想摁下我给人家磕几个头。谢廖打了个哈欠，说自己要准备今晚的订婚宴，没空在我这浪费时间，便转身离开。紧接着手机疯狂震动，弹出苏冉月连续发给我的几条消息：老公，我最近要和闺蜜出去玩一段时间，你自己在外出差，注意身体哦。你要是生病的话，我可是会担心的。刘妈那边我说好了，等你回来让她给你做营养汤补。
我提前给你备好的茶包放在老位置，别想我老公了吗？他以为我还在国外，在出差，并不知道我其实已经回来了，还给自己放了天假。苏冉月的声音一如从前，小女人独有的娇憨撒娇，在她身上却不让人反感。可若不是听到刚才谢廖跟我显摆苏冉月对他如何关心，我也会以为他是那么的爱我。只是话术都相近，语气也一样。苏冉月，他当真爱我吗？我们相识5年，恋爱3年，最近才结的婚。他总在我最疲惫劳累时，默默端来一杯温热的茶，替我揉按酸涩的眼角。在我胃病发作、疼痛到住院时，他会变着花样为我精心熬煮养胃汤粥，会在郁闷时陪我说说话，会记着我有些挑剔的小习惯。苏冉月将我的日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曾以为爱意藏匿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，在微不足道的细节里用心体会，直到今天发生的一切恍然撕裂开。什么？苏冉月，真相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我的视线落到远处，谢廖正被众人簇拥着走远，拽得仿佛孔雀开屏似的。苏冉月，华强集团女总裁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晚上我安排司机准时出发，送我去碧水园012号，也是谢廖的订婚地点。别墅是1年前买的，我当时相中了周遭布局，还有地处位置优渥，没人打扰，适宜休闲放松。想来日后可以和苏冉月一道搬过来，只是工作繁忙，我几乎不怎么过来这边，就安排每个月有固定的清洁人员做好打扫工作。平日买了稀有罕见的植株，我也会差人送到这来好生照顾，毕竟都是我的心血。商务车稳稳驶入小区，保安向我点头示意。大老远我就注意到别墅外有所不同的布置，门口放了2张超大的海报，照片印的正是苏冉月和谢廖，他们正接吻。我能看出画面里的苏冉月很幸福享受，这也更加深深刺痛了我。谢廖一身黑西装站在正中央，还没走近，我便听到围绕他身边那群捧着臭脚的人，班长真是走上人生巅峰了啊，还得是你牛，连华强集团女总裁都能拿下，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人哦。廖哥，我早就说你以后肯定是最有出息的人，这不，半个华强集团轻轻松松已经被你拿下了。我记得当年都说夏瑜会读书，说他有出息，现在看来就是笑话。谢廖被马屁拍得合不拢嘴角，他摆摆手，从兜里往外扔出一叠100元大钞，其他人便纷纷弯腰抢夺起来，还不忘继续夸：不愧是我廖哥，廖哥你随便洒水，就够小弟们快活一阵子了。华强集团的女总裁都被咱廖哥轻松拿下了，那华强集团还远吗？我在这提前喊一声谢总。谢廖脸上的笑容更加荡漾了，看得我恶心想吐。我还看到曾经的高中课代表最看不起谢廖，骂谢廖最厉害的人，此刻也低着头，在他面前自己甩着巴掌道歉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班长，当初是我瞎，以为那夏雨有能耐，现在看呢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每天也就送点外卖维持生计，五官谄媚的要挤到一起去，他却完全没觉得。夸耀的话一句接一句从嘴里蹦出来，听他们频频提起苏冉月的身份，我忽然有了猜想。最初我将他安排进公司，只分些简单不耽误的工作，是他担心我工作狂，不注意身体，想更近我一些。于业务操作、人情世故，苏冉月是一窍不通，我压根没打算让他做这些。后来有次
突发情况，当时的秘书被我安排在外，一时半会赶不回来，其他人又在临时部门会议，我便让苏冉月替我办事。没想到他居然完成的还算可以。我注意到他的工作能力，若是让他日日端茶送水，督促我吃饭，倒有些浪费。所幸我在争取他的想法后，安排公司的老人逐步带他深入业务，锻炼他的能力。时间长了，苏冉月合格了，我也放心安排小部分的公司业务给他做。也许正是因为这，让他，或者说让谢廖以为她就是华强集团的女总裁，整日在外炫耀，实在寒心。我想着多给苏冉月一点底气，她却这么对我。下车后，我走到别墅正门口，准备进门，然而谢廖却啪一声关上了门。他的声音隔着密闭的门传来：“夏雨，你从边上的门进来吧，正门是我留给宾客们的，你不过是个来端盘子的。”我怕污了客人们的心情，我看向不远处的小门，嘴角咧出讽刺的笑容。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边上的那是我专门凿开的狗洞，因为苏冉月喜欢狗，让我从狗洞里面钻进去，这不就是明晃晃的羞辱？夏雨，你赶快钻进来吧，一会菜都凉了，就等着你来端呢。这种时候矫情什么？廖哥这么豪华的别墅，你要能进来看两眼都是8辈子的福分。就是，别搞得大家都不高兴。廖哥请你来，都是你天大的福分了。谢廖抱拳站在别墅的门内，他此刻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，似乎是笃定了我进不去，笃定我会从狗洞进来，只是要让他失望了。从狗洞进去是不可能的。我走进大门，伸出手指，轻轻在门上滴一声，指纹解锁成功。紧闭的门随即在我面前开。你怎么能进来的？你怎么会有这别墅的指纹？就你那月薪2000的样子，怎么可能进这别墅区？该不会是使了见不得人的手段吧？质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所有人都带着恶意，怀疑我，揣测我，直让我恼火。我正冷下脸来要打断他们，却听到谢廖的大嗓门：“夏雨，你该不会是背着我，偷偷勾引我媳妇吧？”他精明的眼睛滴溜转动，仿佛又想到什么。难怪冉月让我平日没事不要来这边，合着他还给你也录了指纹啊？怎么，你还要在这继续勾搭人啊？这边一看就是高档富人区。谢廖心里门清，单凭夏雨这个屌丝，他不可能做到这一切，只能是苏冉月给他录了指纹，居然敢抢他的人。想到这，谢廖怒火直接冲上脑门，凑过来就往我脸上对了2拳。亏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，夏雨，你居然干得出抢人媳妇这种事，还住着我媳妇的别墅，真是不要脸的小三！我一下懵了，什么叫抢人媳妇？什么叫住他媳妇的别墅？且不说结婚证拿出来，我苏冉月和苏冉月就是法定夫妻，谁是小三还不一定呢。再者，别墅是我花钱买的，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录的是我的指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才是那个不伦不类的外来者。我看谢廖那副理直气壮的自信模样，几乎要笑出声来，而其他老同学也古怪地打量两边，看看我，又看看谢廖，犹豫出声：“廖哥，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就夏雨那尖嘴猴腮样，谁能看得上他啊？我觉得嫂子也不会是那样的人。”谢廖哼了一声，抓住我的手，再往门上一摁，门再次跳出识别成功的提示。他怒说：“冉月说要过段时间才能给我录指纹，夏雨他居然已经录上了！妈的，不是小三还能是什么？不是他勾引的冉月，
冉月怎么可能会给他录指纹？众人被他说服，转头义愤填膺指责起我来。他们挤着唯独我，手指指我，更有甚者，嫌恶地往我身上吐了好几口口水。难怪了，一直联系不上人，合着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当男小三啊！居然勾引有妇之妇，真恶心！我记得当时廖哥一拿出照片，他就叫出嫂子名字。当时我还没多想，原来他是早认识嫂子，还勾引嫂子。社会上就是有很多你们这样的败类，才混乱不堪的。谢廖，我从混乱不堪的手中挣扎出来，眸光冰冷，直白点出真相。这本就是我的别墅，录的就是我的指纹，你才该离开，你才是那个小三。谢廖听完直接气笑，他让人把我扔到墙角，表情狰狞，嘴巴咧得老大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了似的。你的别墅，别白日梦做多了，把自己给骗了。屌丝就是屌丝，要真是你的别墅，那我就砸给你看。谢廖扫视眼四周，从路上捡了几块石头，然后往装饰玻璃一扔，轻飘飘砸出几个洞来。随后他大步踩在了。我警告你，那可是几千万的新培育品种，买都买不到的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死死瞪着谢廖，看他对我新买来的稀有品种植株痛下狠手。哟哟哟！谢廖不屑地嗤笑一声，鼻子高高扬起，用他那鼻孔怜悯地扫视我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这么宝贝，这别墅啊，那我非要砸给你看。我赶忙拿出手机，冷脸给物业打去电话，然而话没说两句，手机便被抢了去。谢廖一挥手，朝着老同学们示意，他们便纷纷动作，抄起最趁手的工具，开始在别墅的院子捣鼓。我则被几双手紧紧束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睁眼看着他，近乎要毁掉我精心培育的宝贝。昔日同学如今毫不留情，他们只顾着捧哏谢廖，折腾这院子，折腾得极其欢快。妈的，还说这是他的别墅，不过是用下半身勾引人的三，还敢爬到我廖哥头上，嫂子肯定是被他蒙蔽了双眼。咱们要给廖哥好好出口气，不能让夏鱼这么嚣张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谢廖甩了我一巴掌，他显然没什么好脾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让老子付出代价？他从兜里掏出根记号笔，在别墅正前方的石板上写一行大字：夏鱼是勾引别人老婆的贱人。鲜红的文字看得我额头直凸起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小三，这么想着，我也这么怒吼出声。然而谢廖只是嘲讽一笑，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到底谁才是那个小三。他抓着我的衣领勒住，拿出手机对到我面前，几乎要对进眼睛里。猝不及防的，苏冉月白花花裸露大半的身子映入眼帘。我看到他的手机相册里连着数十张是二人的亲密照片，他们在各种地方相拥、接吻、亲密，还有做那种事。谢廖还得意地朝我展示了他的戒指，这可是冉月专门找人为我量身定制的戒指，你没见过吧？还有这个手表。我眼睁睁地看他拿出一样又一样熟悉的物品，被谢廖当作炫耀的谈资，洋洋得意在我面前展示。那是我曾经送给苏冉月的定情信物，也有我们共同选下的情侣饰品，有我送给他的纪念日礼物，却全被他给了另一个男人。心恍若坠入冰湖底，寒冷得像失了温。风吹过我的发丝，似乎也在哀叹我此刻的可怜可笑。呸！谢廖朝我脸上再吐了口水，还想在我面前显摆。冉月不就是给你录个指纹，他最爱的分明是我。没见过这么多好东西吧？你也是贱！
学什么不好？学人家出卖身体，去当个小三。不知道你那死鬼爸妈要知道了。我听谢廖羞辱完我，居然还拉出我爸妈来，这当然不能忍。我就挣扎着冲出来，往谢廖身上就是几拳砸他。老同学见状，顶着谢廖的怒火，全朝我使出手脚，拳头雨点般落在我身上。穿着得体的黑西装，也早被他们搞得皱巴凌乱。我感到身体各处都在隐隐作痛，嘴角脸颊处已经微微肿起，还有了红血丝。谢廖抓住我的脸，一笔一画在上面写下了4个大字：我是小三。哈哈哈哈哈！真配这贱人，看他这副样子还真配。这种人就要好好教训，让他还敢继续勾搭嫂子，破坏我廖哥的婚姻。老同学们嬉笑着品鉴，各自还都拿出手机来拍照。我艰难的呼吸，眼神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。今日之仇，我记下了。忽然，谢廖掀开了我的衣服，他留意到我胸口挂的吊坠，当即嘲笑出声：呀，这不会是你妈的骨灰吧？还带着呢。说完，他便要伸手来抢。今儿可是咱廖哥订婚的好日子，你带这么晦气的玩意来干嘛？咦，把人骨灰贴身带在身上，也不嫌恶心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说话的声音也几近咬牙切齿。住手！砸我别墅说我是小三，我都不在意，可唯独这吊坠，你要想动，就是找死！手紧紧扯住谢廖的手腕，阻止他继续动作。我家里条件困难，从小爸爸生病，抢救无效离开，是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。在我努力读书的夜晚，她会为了能给我买点水果，帮人洗碗到深夜。又是冬天，手红肿的不行。我无数次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也愈加发奋学习，要给妈妈好的生活，不能再让她这么辛苦了。可在我快要高考之际，她就这么悄无声息离开了。妈妈陪伴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候，最后留给我的只有一抔骨灰，这是我唯一的念想，绝不能被谢廖毁了去。我拼命向他靠去，却还是晚了。谢廖当着我面用力把吊坠扯下，往地上一摔，骨灰散落满地，而他笑得开怀，还得意洋洋用力狠狠踩了好几脚。谢廖，我红着眼，浑身大幅度颤抖，感觉肺里的空气突然被抽干，顾不得其他，上去我就是给他几拳，把他鼻子都给打歪，鼻血都给打出来，鼻涕血液糊成团，又给他眼睛几下，砰！一旁围观的人也意识到不对劲，狠踹几脚，把我先倒在地。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一人怎么抵得过几10个人？只能被打得蜷缩在一块，伤口遍布，脑海中似乎闪过星星点点。就你还敢打老子？来啊，我怕你！我倒是要看看你要怎么不放过我们。现在这副被打得像狗一样动不了的模样吗？哈哈哈！谢廖他笑着。突然传来了门铃声，而屋外身着黑色西服的壮汉们正排排站好，所有人仿佛被摁下暂停键，纷纷安静看向外面。就连谢廖也大气不敢出一口，毕竟这黑衣壮汉可看着就不好惹。我透过缝隙勉强看了眼，是小区物业。紧绷的身体瞬间松懈了下来。大哥，谢廖笑笑，完全不知情的模样。是发生了什么？为首的黑衣男人板着张脸，眼神冰冷地环顾四周，注意到几人身后可以说凌乱的毫无章法的院落，各种稀有罕见的植株被砸得稀烂，昂贵的装饰物被扔得满地，全然不像他原本应有的模样。这是华强总裁的别墅，谁让你们搞成这样的？谁准你们肆意毁坏别墅布置的？你们赔得起吗？训练有素的物业们一下进来，将现场包围住，
他们拧眉，带着不喜的目光扫过众人，真是一群不速之客。谢廖眼神闪躲，很快闪过心虚，随即他瞥了瞥地上的人，忽然有了主意，果断把手指向我：“是他做的，他非要把别墅给砸掉，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，还说这是他的别墅。”谢廖的狗腿子们，我的老同学都附和他的话，开口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都是他一个人把院子砸成这样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这可是人家华强总裁的别墅，现在人家物业找上门来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？等会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。”我攥紧拳头，使劲从地上直起身，听他们这么颠倒黑白，诬陷我，只想冷笑，愚昧不堪。够了！物业大喝一声，停下了在场人的喋喋不休。他们注意到角落的我，为首男人脸色霎时大变，他匆忙跑到我身边，将我扶起，小心翼翼喊了声夏总。老同学不明所以，谢廖的表情也瞬间变得古怪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夏瑜他不过是月薪最多3000的垃圾，这么讨好他干嘛？现在还不知廉耻，出来当了小三。我老婆可是华强集团的总裁，她就是个废物。可黑衣壮汉们不为所动，纷纷将我包围保护起来，他们脸上甚至还挂上了嘲讽、冷笑。我们不会傻到连业主都认不得。随即物业又开始一一清点现场损失，越数着，他看我的眼神越心虚，嘴里小声地只给我道歉，到最后几乎是恶狠狠看向谢廖那群人。夏瑜他就是个废物。谢廖说完，眼神不悦地盯着我，恨意充斥其中。是不是他在物业那边帮你说过了？他到现在还是不死心，还是以为物业那边如此护我，全都是苏冉月的手笔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，今天来就是刻意为了给我的订婚宴捣乱的是吧？早知道当初就不邀请你了，亏我还好心，想着给你开1000的工资，让你帮忙端端盘子。谢廖说完，老同学们也你一句我一句开始帮腔，即便有物业在前面，他们还毫不畏惧，胆子大的还要往我身上吐口水，好心被当成驴肝肺。廖哥能请你来订婚宴都不错了，谁能想到这贱人心思这么歹毒，知三当三，现在还要毁掉别人婚姻，不过是仗着自己身体勾搭上人总裁，现在还敢在别墅狐假虎威，等嫂子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各种粗鄙不堪的话语辱骂我，将我贬得毫无是处，甚至罪大恶极。谢廖似乎很是高兴，他一改方才的阴霾，又像是插着毛的公鸡，昂首挺胸起来。物业听不下去，也不想再听，上前啪就是2下拎起人，一把丢到边上。谢廖摔了个狗吃屎，大骂：“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！等会我要你们好看！”伴随他话音落下，跑车拉风的声音轰然在门外响起，整齐的步伐声响亮入耳。门开了，一道熟悉的曼妙身影恍然闯入我眼帘，却让我心更加抽疼。苏冉月看到摔在地上的谢廖，不由分说向那边焦急地跑去，语速急促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苏冉月。”她化着浓艳的妆，大红唇将她的五官衬托得更加明媚夺目，一袭修裁得体的鱼尾长裙将其曼妙玲珑的身材衬托得极好，不需张嘴便已是夺走在场人全部目光。我注意到谢廖的眼珠子都看直了，目光死死粘在苏冉月身上不动。别墅外还站着数十个保镖，齐刷刷排成2排，不愧是苏总，妈的，这排场这气质真是绝了，还得是我廖哥能娶到华强总裁，嫂子和廖哥郎才女貌，真般配。妈呀，
我这辈子能看到嫂子这样又美又强的女人，值了。苏冉月听着他们的恭维，甜甜的笑了。谢廖也深情地看向他，笑说：“老婆，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，我也爱你，能够遇见你，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”两人当场拥抱在了一起。谢廖那双大手肆意在苏冉月身上游走，甚至直接摸在了她的胸上。可苏冉月毫无不悦，反而享受地和男人吻在了一起。热烈的声音更加点燃了现场的氛围。我手背的青筋鼓起，眼底的恼怒逐渐被淡漠代替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苏冉月可从没和我说过这些，她也从未主动这么亲密地带过我。恋爱多年，甚至我们如今结婚，苏冉月从未说过爱我。她如今拥有的一切，不都是我给予的？她倒是好，拿着这些哄另一个男人。在她眼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和闺蜜去玩，若不是我亲眼看到，等她和谢廖有孩子了，我都不一定知道，说不定还屁颠屁颠，头顶一片绿，帮别的男人养儿女。此刻我已是对苏冉月彻底死心。那头恭维还在继续：“苏总，我是廖哥小跟班，高中那会就和廖哥关系很好，现在在卖水果，您要是有需要，华强集团要是需要采购水果，都可以找我。您看看，我没什么能耐。苏总，就是最近刚被裁了，还没有去处。您看看华强集团能不能给我安排点杂活，要我做什么都行。”苏冉月只是淡笑，敷衍地应付这些卑躬屈膝、弯腰恳求的人，带着傲慢。他扫过周遭，满地狼藉，这才意识到正事，便继续盘问起来：“老公，发生了什么？这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可都是些名贵的稀罕植株呢。”谢廖丝毫不慌，甚至带上了点委屈，解释说：“都怪那个死小三，他来大闹我们订婚宴不说，还非要砸掉你的别墅，大家怎么拦都拦不住。就是，还非说那是他的别墅，多大能耐啊！连1000块礼金都拿不出来，真是好笑了。物业还过来要帮着那个废物，给我一下掀到地上去了。”谢廖大声嚷嚷，生怕没人注意到他受了伤。苏冉月眉头不悦地蹙起。他虽然在字里行间觉察出不对，只是眼下心爱男人受伤的事更占据思绪，也顾不得其他。他上前便要为谢廖讨个说法：“物业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谁允许你们打阿廖的？还放什么不三不四、不干净的人进来，把别墅毁成这副模样？你们担负得起吗？”物业自然是认得苏冉月，毕竟他来这边比我要频繁一些，对这位的脸他们也是相当熟悉。只是目前发生的事情实在让人震惊，他们不知作何反应。一位是华强集团总裁，一位是总裁夫人，而貌似总裁夫人正准备和别人订婚。我听着苏冉月毫不犹豫喊我是不三不四，胃几乎要痉挛。怎么说我不三不四？他背着我偷偷和别的男人搞到一起，甚至已经要订婚了，这难道就光彩吗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他的声音却还在继续：“下次你们给我擦亮了眼睛，这种看上去就穷酸气息的人别给我放进来，谁知道哪天他还会不会偷人东西。”苏冉月往地上那么一瞥，把我全身狼狈不堪的模样收进眼中。他捂着鼻子，故作嫌弃模样：“不过嘛，今天是我和阿廖订婚的日子，姑且饶了他吧。”接着他从谢廖身上掏出几张红钞，施舍般扔给我：“听阿廖说你很缺钱嘛，学生狗叫来听听，这500块钱就当我赏给你的。”谢廖也爽了，嘴边扬起微笑，多叫几声：“我这还有钱呢。”老同学们皆是看乐子大笑。我冷哼，
任由纸币飘落，声音沉下去。好你个苏冉月，我给你钱，给你权，好生伺候着你，养着你，你就这么对待我是吧？我和苏冉月相识于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夜，当时连着加班几晚，还没好好吃几口饭，我胃疼得发昏。偏偏附近的店都打烊了，最近的便利店又在几公里开外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要赶过去的时候，车子忽然没油了，没办法，只能临时叫车。可当我刚捏住把手开门，头便晕乎乎，忍不住要往地上倒。忽然，一双绵软的手托举住了我。昏迷前，我最后听到的是带着担忧的声音，似乎是个娇俏的女孩。等我醒来，我便看到了苏冉月，她拎着小盒的粥，催促我吃点，说我不注意，胃病发作才晕了过去。闲来无事，索性我们便聊了起来。她说她是母亲生病，需要很多很多钱，这才不得已每天打好几份工，忙到深夜。正巧下班的时候，路过遇见我突然倒地，苏冉月当时被我吓到了，也顾不得其他，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，让一个小姑娘为我忙前忙后，实在有些惭愧。她说那是她特意为我熬煮的粥，可以养胃。随即又笑着打趣我说，你们总裁都这么容易得胃病的吗？可我从未在她面前坦白过身份。苏冉月是怎么顺理成章说出这句话的呢？过往不容细想，稍一挖掘，便能发现出不对来。也许从我们的初见开始，都是他一手计划的。那晚，苏冉月同我说了许多，有他平淡乏味却艰苦的生活，有他面对到太多的生活的不公，可他如同野草般始终顽强，有着蓬勃的生命力。原以为我们告别后再不会有交集，没想到3个月后，我再次在医院的门口遇到了苏冉月。此时的她哭得稀里哗啦，完全没有形象，红肿的眼睛那么盯着人看的时候，引人怜惜。听到她沙哑着嗓子，可怜兮兮说了一句话：我没有妈妈了，她走了。说这话的苏冉月流着泪，眼中有莫大的悲伤，同样还有点茫然不知所措。他拼了命工作，拼了命赚钱，是凭着救妈妈的执念支撑。可妈妈突然的离世，让他生命失去了支点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苏冉月的2句话同样勾起我自己的回忆，让我回想到18岁母亲离世后那个同样迷茫的少年。我见苏冉月状态实在不好，便把人带在了身边，带她休息，带她去看风景，去玩。我承认，最初的自己只是怜悯心泛滥，在苏冉月身上看到曾经的影子，想救赎曾经的自己。几次和她喝酒到深夜，苏冉月小脸通红，大声嚷嚷着向我诉说过往，痛骂曾经的遭遇。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那么的相似，仿佛是另一个自己，只是他没有那么幸运。苦难和折磨阻止他一次次向前。我想，也许是上天特意的安排，让我们有缘遇见。随着彼此深入的相处、交谈，我发现自己好像动心了，然后顺理成章的，在我们相识周年，我安排了盛大的表白。苏冉月和我便在一起了，恋爱了有几年，然后结婚。依稀记得，我借着旅游的机会，在他玩得最开心的时候求婚，给他突然的惊喜。苏冉月眼眶一下红了，眼泪止不住往下要掉。夏雨，我只有你了，我发誓这辈子要对他好。苏冉月的出现，填补了我这10年所缺失的情感、爱。他给我的生活注入新的色彩，他会变着花样为我准备爱心餐点，还有每日小惊喜。他陪我去看另一个世界，不一样的风景，还管着我的不良习惯，格外注意我的身体。生活平淡却幸福，
我喜欢每天清晨起床，看他酣然可爱的睡颜，在他额前轻轻落下一吻。我深爱着苏冉月，每天在公司忙到飞起也乐意，因为我要多赚钱给他花。后来我又考虑，他是否也许也想要步入职场，有自己的底气，便安排他深入公司业务，锻炼能力。我为他想了许多，哪怕后面苏冉月提出要管理公司的股份，争取更多权利的时候，我也乐意安排，让他放手去试。对他，我愿分享我的全部，却从没想过苏冉月她接近我，一开始是否目的不纯，真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。我以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以为只要我还有钱，我们会一直如此幸福到老。可这场订婚宴着实狠狠打了我的脸，也让我真的认清了苏冉月。苏冉月漂亮的五官忽然一滞，随后惊讶地出声：“老公。”谢廖还以为是在叫他，笑着把脸凑过去，还想亲一口苏冉月，却被猛地推开。苏冉月趔趄地靠近我几分，骤然看清我的脸，看到写在我脸上的4个大字：“我是小三。”他身体忽然一抖，顿时害怕起来。夏雨，他还在试探我的反应，像带着一丝希望。谢廖抢先挤到我们中央来：“夏雨，你想做什么？难不成被教训一通还不肯老实？现在要当着我的面继续勾搭我老婆，要不要脸啊？哪有像你这样破坏别人婚姻的？”他的狗腿同学们也是跟着出来帮腔，当自己是谁？就是个穷屌丝，就他还养着华强集团的苏总，说出去真叫人笑掉大牙啊！真应该撒泡尿，让他好好看看。也不知道怎么说得出这种话的。嫂子，你可不能被这夏雨给骗了啊！他一无是处，没什么本事，就爱撒谎。今天可是你和廖哥订婚的日子啊！物业和壮汉们将我护在身后，我眼中充血，嘴角讽刺地勾起，意味深长地看了苏冉月一眼。是吗，苏总？那还真是提前恭喜你了，订婚快乐。最后一句话我说得极慢，几乎是一字一句蹦出来的，可落在苏冉月耳中却恍若恶魔低吟。她红润的脸色一下变成白纸般，声音颤抖，试图再跟我解释：“老公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以为你还在外面出差呢。”是啊，若不是我提前回来，当真还看不到这出好戏呢。我对着苏冉月阴阳怪气，谢廖脸色变化几番，眼中惊疑不定，看我的视线也相当诡异。只是他实在不情愿相信，最瞧不起的我会成为高攀不起的华强总裁。你居然敢吓唬我老婆！你以为自己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和她说话？老子现在就要再教训教训你！谢廖举起的拳头刚落在半空，便被苏冉月一把拉住。住手！她哭着推开男人，然后奔向我。我错了，老公。他知道如今瞒不过我，便态度十分卑微的讨好。在场老同学皆是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一惊，窃窃私语讨论起来。不是吧？这什么情况？嫂子怎么突然把廖哥推开，还叫起那个废物老公来？谢廖也不解地望向苏冉月：“老婆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他就是个不要脸的男小三。到底有什么好的啊？他可是在破坏我们的婚姻，你不能被他蒙蔽了双眼啊！明明你还在珠穆朗玛峰向我许下誓言，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人，说只想为我生孩子，然后我们一起去旅行。老婆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”说的上头，谢廖又道出很多话，他情绪激动，眉头皱成一块，手腕青筋暴起，看我的眼神就十足的在控诉我是个三，全然没注意苏冉月愈发难看的脸色。
啪！苏冉月上前甩给他一巴掌，声音冰冷：“你才是那个小三！我心里一直爱的是夏雨。谢廖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恶心的穷屌丝，分明是你！”说着，他眼神可怜兮兮地看向我，像是讨好我，让我消气。然后好继续像从前那样，在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花着我的钱和别人亲亲我，哪里有这样的好事？我冷笑：“苏冉月，收拾东西离婚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从一开始你到底抱着什么目的来接近我的？真以为我好骗吗？”我面色如初，平淡地数落出相识的几件小事。苏冉月像是被抽干了全身力气，只无助地重复：“不是的，老公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知道错了。”语言如此苍白，事到如今，苏冉月的言行也从不是真心认错，她只是害怕没了我，再从哪找这么好的金龟婿去？亏我还以为是自己遇到了爱情，真是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老公，我没有想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谢廖哪里见过这场面，他也恼火了，朝着我破口大骂：“夏雨算什么东西？你这么讨好他干嘛？”然而不等我回答，一旁的物业、外头站着的保镖们都纷纷站出来说：“他是我们华强集团的总裁，夏总。”声音响彻四周，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。这下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们一直搞错了，错把我当什么小三，给痛揍了顿，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。众人皆惊惧，表情和苏冉月如出一辙。偏偏谢廖不信，嘶哑着嗓子，扭曲着叫唤着：“不可能！夏雨这样的屌丝，怎么可能是华强集团的总裁？我不信，他就是个烂人，他不配！”啪！苏冉月冲过去，给了他好几个巴掌。“你才不配！你他妈才是垃圾、畜生、烂人！”保镖们也纷纷动作，将现场杂人全部拖出去。我擦了擦脸，最后冷笑着警告他们：“你们弄坏我的别墅，几千万的植株，说踩就踩。还有，我会找律师全权处理这件事，也不接受调解。我要你们余生都会为今天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。至于苏冉月，当初你自己提议签的合同，离婚后不会要我一分财产，我们也好聚好散吧。”话音落下，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应，转身关上了门，留着物业在那频频向我低头道歉。我报好警，聘好专业人员为我处理后续，不会放过他们任何人。隐约我有听到消息说，最开始回去后，我那帮老同学都不把这当回事，直到法律传单寄上门，直到律师找到人，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肃性。而最后财产公证，一共要赔偿我6亿多，这下都坐不住了。他们本来就是想拍拍谢廖的马屁，讨点好处，结果却因为他得罪了我，真正的华强总裁，还欠下高额债务，这怎么忍得了？纷纷上门去要找谢廖要说法，还不停地辱骂，说他爱装死要面子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听信他的话，贬低他不如我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意外伤了谢廖半条腿。曾经我所受到的一切，也让他体会了一遭。苏冉月早和谢廖彻底断了，根本找不着人影。见没办法，那些老同学想尽办法联系我，求我手下留情，绕他们一次，他们真的还不上。对此，我只让保安把那些上门来的人赶走。至于赔偿金额，一分都少不了。而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多少都传到周围人口中，虽然隐去了具体的做法，可我的那些老同学们并不好受。只是这才哪到哪啊，我还要把他们这些年的好事好好往社区里、公司里宣扬，让他们体会一把什么才是真正的身败名裂。
这比当男小三还不好受吧？很久后的某天，我在一场业内商业酒局和友人谈笑风生，敷衍地应付着旁人的吹嘘马屁，余光却瞥到熟悉的身影苏冉月。她再不复从前，如今讨好地跟在肥头大耳的男人身后，小心翼翼讨好的笑。不合身的礼服下是伤痕累累的手臂，光彩不在，但又与我何关？变故发生在瞬间，不知突然从哪冒出来个女人，手举着把小刀，用力地刺向他，嘴里破口大骂：死小三，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，一天到晚穿这么骚给谁看？我撇过头不再看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们终究不同路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幸好我已经醒悟过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